1970年属狗的朋友，我是高山，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2026年对你来说将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甚至可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今年56岁的你，正处在经验与精力俱佳的黄金阶段，这个年纪既是关口，也是机遇。很多人忙碌半生却收获有限，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没找到激活运势的契机。2026年，这个契机就藏在几个特别的数字里，这些数字就像为你量身打造的金钥匙，能够开启命中的偏财运。如果不知道，不会用，可能还会像过去一样，让近在眼前的机会擦肩而过。今天你能看到这篇内容就是缘分，特别是中间我会详细讲解的部分，请一定仔细看完。我会把那些关键数字是什么，怎么用，都掰开揉碎讲清楚。每个细节都可能成为你接住好运的关键，错过了或许会后悔莫及。在开始前，请您给视频点个赞，或在评论区打个1。如果您是新朋友，觉得高山说的有道理，欢迎订阅智慧康行，让我们用知识和智慧，把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明明白白。下面就给咱进入正题，咱们先唠唠，为啥今年对你就这么特殊，这么重要呢？大家都知道，1970年是庚戌狗年，天干这个庚字属阳金，地支这个戌字呢属土，土里还藏着火和金，所以你是拆穿金命。这个命格很有意思，就像首饰盒里那些精美的金钗、金镯，本身是宝贝，价值不菲，但往往不是金矿里一挖出来就闪光的，它需要被发掘、被锻造、被细心打磨，才能展现出真正的华彩。回顾一下你过去这几十年，是不是常有这种感觉，自己为人实在，做事肯下力气，付出总比旁人多，但好的机会、好的回报好像总是慢半拍才到你这里。特别是年轻那会儿，辛辛苦苦攒下点钱，家里不是这事就是那事，钱就像长了脚，怎么也存不住，这大概是让你最头疼的地方了。但是到了2026年，情况要发生大变化了，因为明年是丙午年，是天干属火，地支也属火的火马之年，这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命理关系，叫做三合。在地支里，寅、午、戌这三个是三合火局的好朋友，你是戌狗，流年遇到了午马，这就构成了半合火局，这可是个非常强劲的吉兆，意味着你能借助到外界强大而友好的力量，有机会把过去那些沉积的，让你感觉憋屈的晦气，来个彻底的大扫除。尤其是对于偏财运来说，就是工资、退休金这些正财之外的额外收入，明年简直就是老天爷特意为你打开的一扇天窗，阳光直接照进来。不过啊，话的说回来，并不是所有1970年的主狗朋友都能稳稳接住这份泼天的富贵。这就好比说，老天爷开始往下撒金珠子了，但你得手里有个结实合适的盆去接。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个满是窟窿的漏勺，那金子雨下的再大再密，你也接不住几颗，全漏光了。这个盆是什么呢？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详细说的这几组神秘数字，它们就是帮你把运气接住、装好的工具。在告诉你答案之前，我得先跟你讲讲这背后的道理。你要是光知道数字，不明白为啥是它们，用起来也没底气，效果可能就打折扣。咱们老祖宗的五行智慧讲究生克制化，你是金命，明年流年大火，火本来是克金的，照常理说，你可能会感觉压力变大，有点被束缚住，身体上也容易有些上火的小毛病，比如口腔溃疡、睡眠不好，或者得留意心血管方面。但是妙就妙在你自己地支里那个戌土，这个戌可不简单，它是火库，就像个专业的保险库或者炼丹炉，能把外面的火气吸收容纳进来。这样一来，明年的火对你来说就不是单纯的克制了，反而像一个高明的工匠拿着火来锻造你这块真金，火候越到位，你这块金子就被炼得越纯粹，越有价值。所以啊，明年的压力恰恰就是你翻身的动力，是把你这块拆穿金炼成传世之宝的必要过程。但这个火炼真金的过程，分寸感特别重要，火太大了，金子可能就烧化了，火候不够呢，杂质又去不掉，成不了气。这时候就需要一种特别的介质，
或者催化剂来帮忙调节这个火候，让它既猛烈又受控。这种能量介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就体现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数字上。你可能从来没仔细想过，你手机号码的最后几位数，你银行卡的密码，甚至你随手选的幸运数字，其实都在默默地、持续地影响着你周围的能量场，就像一个个小型的磁场发射器。这让我想起一位之前交流过的朋友张先生，他也是属狗，和你情况很相似。在上一个甲午马年2014年，他56岁时生意遇挫，几乎陷入绝境。我当时提醒他，这个年纪正值3合太岁，是绝处逢生的好时机，但发现他日常使用的数字组合，比如手机号、车牌号，都与自身命格相冲，这就像口袋破了洞，钱财难以积聚。我建议他有意识地在生活中融入几组特定吉祥数字，比如修改手机密码，在商务报价中灵活运用，甚至购买彩票时也可参考。张先生起初半信半疑，但抱着试试的心态照做了。结果那年年底，一笔早已不抱希望的工程款意外结清，对方还主动支付了补偿金。更巧的是，他用那组数字机选彩票，竟中了一笔足以改善家庭生活的小奖。后来他感慨，那一年是他走出低谷后最顺畅舒心的时光。你看，数字就像隐形的调节器，能在不经意间影响我们的运势频率。好了，故事讲完，我想你现在最关心的肯定是这几个数字到底是什么了。对于1970年属狗的你，在2026年这个丙午火马年，你需要的是能够沟通火与土，同时又能暗中生助你金气的数字。这里面有2组数字是重中之重，你得记牢了。第一组数字是帮你主动承接和吸引天降偏财的，它们是2和7，一定要记清楚哦。根据古老的河图洛书智慧，2、7同道，它们的五行属火。听到火，你可能心里一咯噔，心想火不是克我吗？别急，我前面解释了，明年是3合局，你需要这股旺火来锻造你。2是阴火，温和持久；7是阳火，光明磊落。这一阴一阳2个火数搭配使用，就能让明年的旺火恰到好处地为你工作，把它猛烈的能量转化成锻造你的动力，而不是把你烧伤。具体怎么用呢？比如，你可以把手机密码、银行卡支付密码的末位设置成2或7，在参与一些有彩头的活动，哪怕是公司抽奖选座位号时，优先选择带2或7尾数的，甚至和朋友打点小牌娱乐时，心里也可以默念这2个数字，它们能像天线一样，增强你对偏财机遇的感应能力。光会接钱还不行，还得能守住钱，不然左手进右手出，空欢喜一场。所以第2组数字就来了，它们是用来镇守财库的，就是5和0。这2个数字五行属土，土能生金，又是你的本命属性虚土，代表着大地般的稳固、厚重和包容。当你通过努力或者运气赚到一笔钱，尤其是意外之财进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到这2个数字来压仓。比如说，你去银行存这笔钱，存款的数额尾数最好带个5或0，你家里保险柜的密码一定要包含5和0，或者做大额理财时，份额也可以往带5、0的数字上靠，这就等于给你的财富上了2道安全锁，防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做到落袋为安。说到具体怎么用，我得特别提醒你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细节，数字的能量必须在流动和使用中才能被激活。很多朋友听了数字好，就写张纸条压在枕头下，那作用微乎其微，你得让它动起来。比如你的手机号码，这是你每天对外联系最多的工具，如果尾数正好是2、7、5、0这些级数，那恭喜你，你明年的运势基础就已经比别人稳了一截。如果不是，也不用特意去花大价钱换号，太折腾。你可以用些巧妙的方法人造级数，把你的手机屏保密码改成2750或者类似的组合，把你的微信、抖音昵称后面加个2750，或者在重要的文件编号、订单号上有意识地融入这些数字，这叫人为造运，是非常有效且灵活的补救方法。除了数字这个核心工具，还有一个你必须关注的地利因素，就是你家的方位。因为偏财啊，
他往往不是正南正北堂堂正正来的，他喜欢搞突袭，从侧面来。对于1970年的你来说，明年有2个关键的财位方位，一个是西北方，这是你生肖狗的本命方位，另一个是正南方，这是2026年流年太岁所在的方位。这2个地方你一定要保持绝对的干净、整洁、明亮，千万不能当成杂物间堆放旧箱子、破鞋子，尤其不能放垃圾桶、脏衣篓。如果你在西北方堆满杂物，那就好比把财神爷进你家的大门给堵死了。在正南方放脏乱的东西，就像给财神爷泼脏水，他当然掉头就走。我建议你可以在这2个方位摆放一些五行属土，如陶瓷工艺品、黄水晶，或属火，如红色中国结、红灯盏的吉祥摆件。东西不用多名贵，关键是干净、喜庆，体现你的一份诚心。在个人穿戴的颜色上，明年也很有讲究。既然是火旺之年，咱们又要火炼真金，那穿着上就要懂得顺势而为和通关化解。虽然你是金命，但明年不适合一身纯白，因为白色属金，在火旺的年份气场偏弱，容易被压制，显得你气势不足。你应该多穿黄色、棕色、咖啡色、米色这类属土色系的衣服，土能卸掉一部分火的燥烈之气，转过来生住你的金，这是最安全、最智慧的通关色，它能让你看起来沉稳、可靠，气场强大。特别是在谈重要合作，或者参加一些可能有额外收益的社交活动时，穿一件黄色的衬衫，或者戴一串黄水晶手链，都能无形中提升你的气场和手气。另外啊，贴身衣物的选择也有窍门。很多属狗的朋友觉得只有本命年才要穿红内衣裤，其实在明年这种3合火局的流年，穿红也是很好的助运方法。但我建议你别选那种太扎眼的大红、亮红，那样火气太燥，最好选择暗红色、酒红色或者朱砂红的贴身衣物。这种红色更深沉、更含蓄，既能很好的承接和融入明年的火运，又不会让你自身感到燥热不安，能护住你的根本元气，让你在争取财富的路上既有冲劲又有底气。说到求财，1970年属狗的你其实有一个天生的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忠诚、守信、讲义气。这一点在明年会成为你将人情转化为财富的宝贵资本。你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的老同事、老客户、老朋友突然回头来找你，可能是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机会，或者是想拉你一起做点什么事。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怕折腾，或者出于客气而急着拒绝。只要这个项目或机会跟土，比如房地产、装修、农业、陶瓷；火，比如餐饮、文化、能源、互联网相关的，你都可以认真考虑，大胆尝试一下，因为这是顺应天时的，成功的概率会比往年高很多。当然，高山也得给你提个醒，偏财运好，但心态一定要正。命理学上有句话叫财多身弱，如果你的德行和自身的能量承载不住突然到来的巨大财富，反而可能引来麻烦。所以如果你明年真的发了一笔横财，或者投资赚了不少，一定要记得散财积福。这不是让你乱花，而是有意识的去行善布施。比如请一直关心你的亲戚朋友吃顿饭，或者捐一笔小小的款项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哪怕是在路上遇到乞讨的老人，给予一些零钱，这叫做散财消灾，本质是为你积累福报，让你的财路走得更宽、更远、更安稳。我记得那位1958年的属狗大姐，也是在上一个马年听了类似的建议后，在房产上投资赚了钱，她很高兴，之后真的就去捐助了老家几所小学的贫困午餐。结果就在那年年底，她开车时不小心发生了小刮蹭，车子需要维修，但人一点事都没有，连吓都没吓着。这就是典型的破小财免大灾，因为他之前主动积累了福报，福气库里有了储蓄，所以在关键时候能保平安。这可不是巧合，这是天地间的一种平衡之道。所以1970年的属狗有缘人，请你一定记住，你明年的运势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老天爷把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给了你，你就得懂得如何去把握，去激活。那2组数字2和7、5和0，
你一定要记熟了，用活了。不管是选择号码、设置密码，还是谈生意定金额，都要有意识地向他们靠拢。这不仅仅是玄学，更是一种深度的心理暗示和能量聚焦。当你从心底里相信好运，并且通过行动去呼应它时，你的整个状态都会变得积极、开放，好运自然更容易被你吸引过来。同时，保持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至关重要。56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广泛的人脉，看透了事情，心态也更加成熟稳重。现在又有流年大运的强力加持，你只要比往常再多一点点心思，胆子再放大一点点，哪怕是去尝试一些以往不会碰的正当的理财或小投资，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是高山也必须给你泼一点点冷水，让你清醒。我们说有横财运，指的是通过合理投资、机缘巧合或者自身技能变现带来的正当额外收入。你千万不要去碰那些违法的勾当，或者沉迷于高风险的赌博，那不是偏财，那是深不见底的陷阱，是魔鬼的诱惑。你一定要分清楚机遇和陷阱的区别，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和侥幸心理，把辛苦半生积累的福报和安稳晚年都搭进去，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健康方面，明年你整体运势是向上的，但因为流年火土燥热，要特别注意肠胃的保养和心血管的维护。平时多喝温水，饮食清淡些，少吃特别辛辣油腻的食物。有空多去公园、湖边、河边这些水多的地方走走，水能润泽燥土，也能平衡过旺的火气，能让你的情绪保持平静清凉，头脑保持清醒。只有头脑清醒，心态平稳，你才能在机会突然降临的那一刻，做出最冷静、最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后我想说，命运虽有它的大框架，但具体的运势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去调整、去优化的。1970年出生的你们，是重情重义、吃苦耐劳的一代人，你们为社会、为家庭付出了很多，现在是时候轮到生活来回馈你们了。2026年，哪怕你之前觉得运气一直平平，甚至有些磕绊，只要你从看到这篇文章开始，心里有数，行动有方，把那几组吉利数字巧妙地用起来，把家里的风水方位简单调整一下，穿戴对颜色的衣服，保持一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善良之心，我相信2026年一定会成为你人生中闪闪发光的一年，一段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1970年属狗的有缘人，我是高山，在智慧康行这里，把最真诚的祝福和期盼送给你。愿你在这个红红火火的丙午马年里，能够真正抓住机遇，财源如活水般源源不断，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美美，万事顺心如意。咱们下次再聊。